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彩票中奖8个亿，我辞了工作回家，打算给家人分一半。正巧在商场看见我妈正在采购过冬衣服、棉被，我打电话开玩笑告诉我妈，我被公司辞退，今晚要回家住，让她给我准备1条棉被。结果她立马拉下脸挂了电话，下一秒和我弟说，你姐工作没了，要回家住，你快和小丽从新房搬回来，把房间占了，千万别让她有机会赖在家里不走。弟弟差点气晕，我姐她疯了，工作没了就去找啊，回家干什么？小丽的彩礼钱姐都还没给我呢，她不工作以后怎么养我们一家人啊？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手中提着的一大袋礼物掉落在地，商场的营业员见状，连忙帮我将礼物捡起来。我勉强提起，嘴角到了声谢，想起刚才听到我妈打给我弟的那通电话，刚才还想飞奔回家的心慢慢冷却了下来。我站了一会，转头就回了店里，将这些原本打算送给家人的高档衣物都退掉了。突然想起我爸，我还是将他的那一份留了下来。我爸对我一直都还不错，应该不会像我妈和我弟那样不欢迎我回家吧。怀着这样小小的期许，我还是回了家。按门铃按了很久，我妈才姗姗来迟将门打开，看到我手里只拿了一个袋子，立马拉长了脸。这次回来怎么什么也不带？多大的人了，怎么好意思的？以往假期我回家都会带一大堆礼物回来，若是没时间回来，也会将礼物邮寄给他们，只是这一次没带而已。我妈的脸色就难看成这样。我弟的女朋友周丽也从房间里出来，满脸不高兴。梦姐，不是我说你，工作没了就再找啊，回来干什么？家里这么小，哪有地方给你住啊？我故意笑了笑说，你来我家都有地方住，我在我家为什么没有地方住？说着我就往我的房间走去，可是一打开门，才发现里面多了很多不属于我的东西，并且看上去像是临时匆忙扔过来的。我皱眉看向他们，周丽理所当然道，是我的，现在这个房间是我在住，所以我就说家里没你的位置，你还不信？我意味不明地看了一眼我妈和周丽，周丽一直都跟我弟住一个房间，我一回来就分房睡了，还真是巧啊。我妈不耐烦道，他早晚都要跟你弟结婚，以后这个房子都是他们夫妻俩的，他们爱住哪里住哪里。我心底不由得凉了凉，这栋房子是我爸妈付的首付，贷款却一直是我在还，现在却连我住的一个房间都没有。我忍不住大声道，那小丽把我房间占了，你让我去哪里睡？我妈翻了个白眼说，谁让你非要回来？要么你自己去外面住，要么就去杂物室睡。家里的杂物室我记得小的连一张床都放不下，怎么能睡人呢？我狐疑地走过去一看，果然里面全是灰尘，角落堆放着杂物，拥挤的地上只有一张薄薄的席子，上面是一条烂得发黑的棉被。我今天还看见我妈在商场选购棉被电热毯，到了我这里就什么也没有。我从小最怕冷，我妈明明最清楚。我在心底自嘲地笑了笑，为了赶我走，她也真是煞费苦心。这条破烂棉被也不知道是不是她刚从小区楼下的垃圾桶捡回来的。我的脸霎时就黑了。这时我爸从厨房里端了菜出来打圆场，来，先吃饭吧。我这才把手里给我爸买的衣服拿给他，但我爸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我爸的反应让我的心又沉了几分。我弟从房间里出来，见到我满脸都是不爽，他一边吃一边若有若无地看了我几眼，
眼神很不满，似乎想说什么。我爸也突然夹了一块油腻的红烧肉放到我碗里，我愣了一下，不知道我爸是忘了我最讨厌吃红烧肉，还是根本就没在意过我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我爸笑着说：“小梦，你说你被公司辞退了是假的吧？是不是工作累了，所以公司给你放假，让你回来休息啊？”我弟一听我爸这话，本来黑着的脸立马露出笑容来，一定是这样。姐，你天天工作这么长时间，帮你们公司挣这么多钱，而且你一个月这么高的工资，你肯定死都不会让公司辞退你的，对吧？我点头道：“我确实没被辞退。”我妈和周丽嫌弃的脸色也缓和了下来，只是笑意刚要浮上来，听到我下一句时又重新凝固了。是我主动辞职。什么？陈新梦，你是疯了吗？我妈脸色大变，筷子拍在餐桌上，怒瞪着我。我爸的脸色也不太好看，皱眉道：“小梦，别开玩笑，这么高薪的工作，你怎么可能会辞了呢？”我淡定道：“我没开玩笑，我已经辞职了，租的房子也已经退了，我想回家住一段日子。”我弟瞬间就炸了，猛地站了起来，语气激动的仿佛是他自己丢了工作。“姐，你发什么疯？你不工作怎么给我争取小丽的彩礼钱？”周丽也瞪着我说：“我已经怀孕了，生孩子的时候还指望你能带我去你们公司控股的那家私人医院免费帮我接生呢，还有月子中心也是。你辞了工作，那以后这些费用谁出啊？”我妈更是不满，嘴里不住地埋怨着我：“上回你姨给你介绍的那个有钱男人，你又不要，要是嫁给了他，就算你没工作了，你也可以从他那里拿钱给我们。哪像现在这样，你被辞退了，我们一家人喝西北风啊！”我今天进家门之前，还以为会站在我这一边的爸爸，脸上也早就已经没有了往常的慈爱笑意。我供你这么多年读书，你是干什么吃的？早知道当初就该听你妈的话，让你早早辍学去打工，花了我这么多钱，简直是浪费，养出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而且这套房子的贷款都没还完，你辞了工作，谁来还？我爸尖酸的语气让我的心一阵刺痛。哈，我自嘲地笑了一下。原来这就是我爸当年愿意出学费让我上大学的理由。可是工作这些年，我给家里的已经够多了，早已远超家里给我的一切。现在我说辞了工作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在他们眼里就是我没有钱继续给他们了，无法再让他们吸血了。家里没那么多地方给你住，也不可能让你白吃白喝。总之，你别想回家啃老，我哪里有得啃？你们不吸光我就不错了。我摔了筷子，冷冷道：“说来说去就是不让我住呗。那我回爷爷留给我的那栋老房子住总行了吧？”可我妈支支吾吾的不说话。周丽这时说：“我爸妈这段时间以来这里看我了，那栋老房子暂时给他们住了。”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们4个人。那是爷爷留给我的房子，你们有什么资格问？也不问我一声，就拿给外人住？周丽顿时火了：“什么外人？那是我爸妈！”他转头就跟我弟哭诉：“耀辉，你看看你姐说的是什么话？这是不把我当成一家人的意思吗？那我们也别结婚了，我这就去把孩子打掉。”我弟连忙抱住他，不满地看着我：“姐，你一回家就要把小丽赶走，还惹爸妈生气。我看你还是走吧，出去找个工作。你在家也只会给我们添麻烦，把家里弄得鸡飞狗跳。”我笑了，但笑意不达眼底。这也不给我住，那也不给我住。既然这样，新房不是前几个月就已经装修好了吗？那不如我去你们的新房住好了。那可不行，装修的不好，约了工人重新装修了。
住不了人。我妈着急忙慌地说。我在心底冷笑了一声，知道这一切不过只是借口而已。那套新房还是1年前我买的，本来写了我爸和我妈的名字给他们养老，没想到我妈坚持要把名字换成我弟的。明亮的灯光之下，曾经餐桌上的欢声笑语早就随着我不能继续供养他们这个消息随风消散。现在我才彻底意识到，他们并不爱我，曾经对我的那些虚伪笑容，都是因为我身上有利可图。我冷眼瞧了他们一眼，转身离开了。我抬脚坐进一辆崭新的保时捷，第一时间打开手机，将昨天刚预定的一辆准备送给我弟的宝马给取消了。寒冷的冬夜，车里暖气却开得很足，至少比刚才在那个房子里暖和多了。我开着车到了一个别墅区，经过安保亭时，我让保安将我昨天录入的那几个家人可以出入的信息给删除了。我中了8个亿的彩票之后，不仅提了豪车，还买了2套相连的别墅，本打算把一家人接到另一个别墅里，可现在已经不需要了。我弟不配拥有那辆最新款宝马，他们也不配住进隔壁那栋别墅。回到别墅之后，我立马将每个月自动转账给我爸还房贷的那张卡给停了，然后拨打了派出所的号码报警说，有人私闯我爷爷留给我的房子，让他们快去把私闯民宅的人给赶出去。最后我联系了律师，让律师把我全款买的那套新房从我弟手中收回来。安排完这一切，我躺在造价10几万、舒适温暖的床上休息。中奖之后，我本想和家人共享富贵，却没想到阴差阳错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我有高收入时，对我笑脸相迎；我没工作时，对我横眉冷对，赶我出家门。这样的家人，我要来干什么？我现在拥有8个亿，我想休息多久就休息多久，再也不用考虑那几个人的感受。想通之后，今晚在那里受的气立马就消了。我关了手机，在别墅里过了好几天，有保姆打扫，有厨师做饭的舒适生活。后来开了机，立马接到我妈的电话，她在电话里大骂我不孝，你怎么把还贷款的那张卡停了？贷款还不上，离开银行，都已经把房子收回来拿去拍卖了，新房你居然也敢收回去？你让我们一家人大冷天的去哪里住？周丽也凑过来骂道，你还敢让警察把我爸妈从那栋房子里赶出去？陈新梦，你现在在哪里？我跟你没完。我掏了掏耳朵，慢悠悠地说，你们连一个房间都不给我留，我凭什么要继续帮你们还贷款？还有那栋新房本来就是属于我的。周丽，是你自己不要脸，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把你爸妈接到我那栋老房子。我只是把他们赶出去，没让他们赔偿，已经很大度了，别再来烦我。他们还要再骂，我反手就将他们的号码拉入了黑名单，耳根总算是清净了。在别墅躺了几天之后，我开始考虑起了以后的事业，最终决定拿出一部分钱用来投资。按照我工作时积攒的经验，我分别入股了好几家发展好的公司，其中一家正是我好朋友的公司。这天我正要去这家公司参加股东大会时，却遇见了周丽。她见到我，又看了眼角落沙发上坐着的几个求职者，对我不屑道，你还有脸找来这里？该不会是来面试的吧？要是你把房子还回来，我让耀辉施舍一个小岗位给你，倒也可以，否则你别想在这里找到工作。我这才想起来，我弟当初被我介绍到了我朋友这家公司上班，但周丽却又不是，她只是仗着我弟是这里的一个小主管，天天来蹭公司的下午茶而已。
我笑了笑说：“这是在公司，我劝你还是注意一下，否则让我弟跟着你丢了工作，你们可就要去喝西北风了。”你说什么？我弟刚好从里面出来，周丽上前挽住我弟的胳膊说：“这个不要脸的白眼狼想来面试，别让他进公司，要会你赶紧让他滚。”我弟闻言，鄙夷地看着我，哼笑了一声，叫前台把我赶出去。前台也以为我是来应聘的，但是他的上司又不是我弟，怎么可能会听他的？陈主管不好意思，你没有权利赶走任何一名来公司应聘的人。陈耀辉顿时气得脸色通红，我是主管，我怎么没资格？说着就上前将前台上的那几份简历抢过来，看也没看就撕碎了。陈新梦，我看你还怎么面试？给我滚出公司！这里的动静闹得挺大，不一会儿就有好几个员工出来看热闹。我弟趾高气扬地指着我：“你们看好了，这个陈新梦被上家公司辞退了，肯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马上就去跟总经理请示，我们公司永远不会录用他。”这时，我弟口中的总经理刚好出来，见到我，连忙迎上前：“陈董，您怎么在这儿？总裁正要叫我过来，请您过去开股东大会呢。”什么陈董？我弟瞪大眼睛，结结巴巴地说：“总经理，您是不是认错了？他只是来应聘的呀。”总经理板起脸，瞪着我弟说：“胡闹！什么来应聘的？这是我们公司最大的股东陈董，也是我们总裁的好友。”我弟和周丽浑身一震，不可置信地瞪着我：“这怎么可能呢？”总经理说罢，也懒得理会那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丑，对我恭恭敬敬地说：“陈董，要不我们先进去喝杯茶吧？”我点了点头，然后仿佛不经意间说道：“看来总经理御下还不够严啊。据我所知，陈主管并不是运营部的吧？怎么运营部如何招聘人才是他来管？而且你看看地上被他撕碎的简历，对这些过来面试的人未免太不尊重。”那几个过来面试的人随即朝我投来感激的目光，看向我弟时却相当鄙夷。毕竟作为面试者，谁希望自己的简历被人这样当面撕碎？简直太不尊重人了。总经理的冷汗立马就下来了，连忙陪笑道：“陈董说的是，真是让您费心了，是我没有管理好员工。今天这事儿确实对不住这几位求职者。”总经理当即吩咐人力资源部门给那几个面试者报销了今天所有的路费，还给予了一定的补偿，并且重新安排时间面试。面试期间的所有餐费、路费都报销。几个面试者内心的不爽终于消散了一些，员工安排送他们离开，明天再约时间过来面试。等外人走了之后，我弟才意识到接下来总经理可能就要收拾他了。他立马痛哭流涕地扯着总经理的衣服求情：“总经理，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谨言慎行，求求您这次就不要跟我计较了吧。你当着公司以外的人这里大闹，要是他们传出去对公司的声誉造成影响，你承担得了这个责任吗？”总经理向来都是我弟和周丽来巴结的对象，他一发怒，直接将我弟和周丽的腿都吓软了，直接跪在地上，扯着他的裤子求他：“总经理，耀辉他真的知道错了，他以后再也不敢了。”总经理怒不可遏，气得呼呼喘气。以前他只觉得我弟虽然爱拍马屁，经常带着他女朋友来公司蹭点小便宜，但是做事中规中矩，还算听话，是绝不敢在公司里闯出这么大的祸。哪知道今天就刚好让我给遇见了。他担心我要是在总裁面前多提几句他的员工闯出这种祸，
他这个总经理的位置肯定也会受到影响。他们两个见总经理不为所动，立马又爬过来我这边，想抱我的腿。我眼疾手快往旁边挪了2步，避开了。开玩笑，他们手上这么脏，哭得眼泪鼻涕满脸都是。我还嫌弃他们会弄脏了我的鞋面呢。姐，求求你帮我说说情吧，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是你弟弟呀。就是啊，梦姐，耀辉有份工作不容易呀，你就原谅他吧。总经理也看向我，毕竟他觉得车耀辉毕竟是我弟，我也许会网开一面。我淡淡道，他是总经理的下属，公司规章制度怎么规定的，总经理就怎么处理，毕竟在公司里还是公私分明为好。总经理不必顾及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总经理立马就明白了，当即居高临下对我弟说，陈主管，你先是无故将前来面试的几个面试者的简历撕毁了，影响了公司形象。其次，你干涉别的部门的招聘流程，扰乱公司制度，对另一个部门的工作造成了严重损失。我弟和周丽的脸色随着总经理说的话变得越来越苍白。总经理，不，我可以解释。总经理冷冷地道，按公司规章制度，陈耀辉，你已经被开除了，并且我们公司永不录用你。我弟和周丽瞬间觉得天塌了，他们呆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总经理吩咐好人事那边给我弟办手续，然后才恭恭敬敬将我请进去。后面传来我弟和周丽哭求不止的声音，我没有再回头去看。进了会议室参加股东大会，我弟被开除后，我妈立马就换了个号码打来骂我，你怎么这么狠心，让你弟丢了工作，你又1分钱都不给我们，我怎么会生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女儿？早知道当初你刚出生时，我就该掐死你。我爸爸也说，当初我就不该供你上学，早该让你滚出去打工，自生自灭，也比你变成今天这么一副白眼狼的样子要好。陈新梦，你怎么对得起我们对你的养育之恩？我要去法院告你不孝，不赡养父母。我的心早就已经冷透了。我爸妈说，再恶毒的话也无法影响到我，我更不会像以前那样被他们拿捏。小时候，我们家庭条件并不好，即使我高考成绩优秀，我妈还是不愿意出钱给我上大学，她只想把钱留给我弟弟去读私立高中。就在我打算自己申请助学贷款上大学时，我爸还是不顾我妈的反对给我交了学费。我那时很感动，以为我爸不像我妈那样总是偏心我弟，可我现在才知道，我爸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比我妈聪明。他早就看出我弟读书不行，以后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但是我不一样，我从小成绩优秀，性格又乖巧。他知道我以后工作赚钱了，一定会补贴家里，所以才给我交学费上学。爸爸把原本属于你弟的学费给了你，你可不要让爸爸失望。毕业后要努力赚钱，给爸爸妈妈养老，知道吗？因为我爸经常在我耳边这样说，我始终觉得自己对家里有愧疚，所以我毕业后拼命工作赚钱。这些年不知道给家里买了多少东西，赚了多次账，可是他们依旧觉得不够，想尽办法要从我这里拿走一切，不把我掏空吸干。他们是不会罢手的。我的心冷硬起来，冷漠地笑了笑说，好啊，那你就去告啊，你们的孩子不止我一个，还有我弟，到时去了法庭上出示转账记录，就知道到底是谁不赡养父母。这么大了还要从父母姐姐那里拿钱，啃父母，啃姐姐，到时候你们的儿子可就出名了。我爸妈一听有可能会连累到他们的宝贝儿子，立马就消了音，什么话都不敢再说了。
我冷冷地挂了电话。可是我弟却没善罢甘休，他在网上添油加醋说我在前公司泄露公司机密才被开除，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好几家公司的董事，肯定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他和周丽还专门开了一个直播间，大致意思就是说我白眼狼拿了我爸给的学费去上大学，现在工作有钱了就撇他们一家人，还勾引公司总裁当上董事，把他的工作搞没了。不仅如此，他们还上了电视家庭调解节目，继续在电视上颠倒黑白污蔑我。这些污蔑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的声誉和我投资的几家公司的声誉。我气得打电话过去骂人，你们要颠倒黑白也要有个度吧，这些造谣已经对我和公司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你们不懂法是吧？什么法不法的，我只知道你身为女儿，身为姐姐，不供养父母，不帮衬弟弟，你就是不孝，就是白眼狼。你看看所有的网友都是站在我这一边的。陈新梦，你敢不敢来上调解节目跟我们当面对质，让大家都看看你是怎么对待我们一家人的？网络上的那些网友根本就不清楚事情的真相，只是被他们一家人在直播间的卖惨给迷惑了。我弟他们还真以为全家人吸我的血是天经地义呀，我都要气笑了。既然如此，那我就如他们所愿，上调解节目，当面跟他们对质。到了上节目那一天，我弟和周丽把我爸妈也带来了。在后台的时候，我爸又端起了他那副虚伪的样子，对我说：“小梦，咱们一家人又何必闹到电视上让人家看笑话呢？”我冷冷道：“这不是你们非要我上节目吗？闹笑话的到底是谁？”我爸的脸色变了变，语气严肃了几分：“如果你把房子还回来，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是一家人，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一步。小梦，现在还不晚，你不想全网的人骂你的话，现在悔悟还来得及。我早就已经不对他们抱有任何期待了。我知道，只要我一把房子给了他们，他们立马就会把我踢出家门。”我反而笑了一笑，那些本来就是我自己的东西，又何来还给你们这种说法？上台前，我留下一句：“那就看看观众是站在你们那一边，还是我这一边吧。”上了节目之后，他们果然还是那一套说辞，说我不管家里人。我妈干嚎了几声，对着我恶狠狠地说：“大冷天的，把我们全都赶出去了。家里的3套房子全被这个白眼狼给拿走了。”我弟也苦着脸哭诉：“可怜我爸妈年纪大了，我女朋友又怀了孕，现在我这个白眼狼姐姐还故意把我的工作都搞没了，让我怎么攒彩礼娶我女朋友，怎么赡养我爸妈呀？”这个调解节目是直播的，网上的网友们都已经炸了，纷纷指责辱骂我：“什么？他一个人拿了3套房子，还把父母赶出家门，怎么会有这种白眼狼？这个女朋友也太惨了吧！遇上这样一个未来小姑子，实在是太没良心了，还是别嫁了，否则不得被这个白眼狼小姑子给欺负死啊！没见过这么忘恩负义的人，家里人将他养大供他读书，他就是这样回报家人的吗？这个白眼狼女人太贱了，快去死吧！”就连主持人也偏向他们一家人，他们忍不住得意地笑了起来。我却没像他们想象中那样羞愧后悔，求他们原谅。我直接拿出了一个 U 盘，让主持人把里面的东西播放到大屏幕上，上面展示了那套新房的全款付款记录，每月给我爸还贷款的转账记录，以及老家那套房子的遗产继承记录。除此之外，还有我给我爸妈这些年的几千条大额转账记录，
以及我给我弟和周丽每逢节假日购买的昂贵礼物清单。这些东西一放出来，全场哗然。这很明显，他们全家人都是我在供养，可是他们居然还能倒打一耙。我对着镜头淡淡道：我之所以没再继续帮他们还那套房子的贷款，要回另外2套房子，是因为周丽私自将他父母搬来我爷爷留给我的房子。不仅如此，这3套房子他们一个房间都不给我留。就算这样，那你也不能把我儿子的工作给搞没了呀。有你这样做姐姐的吗？我妈还在试图将错都怪在我身上。其实这个时候，网友已经慢慢开始倾向我这一边了。毕竟女儿全款买了房，还承担着另1套房的还款，可是却一个房间都没得住，被自己的家人这样对待，正常人谁不生气啊？我继续播放下一段资料，是那天那几个面试者帮我录的澄清视频。陈耀辉丢工作完全是他自找的，根本不关他姐姐的事。他们将那天陈耀辉在公司发疯撕碎简历的事情都说了出来，最后说还好这家公司处事公道，按规章制度处理，开除了陈耀辉，不然谁还敢去这家公司面试啊？我弟脸色惨白，眼神躲闪。最后一段视频是我的前上司帮我澄清的视频。新梦离职并非是网上谣传的出卖公司机密，相反，他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下属。我很感谢他这些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所以新梦中了8亿大奖之后选择离职休息。我们公司全体都恭贺他，希望他未来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这话一出，不仅网友们炸了，我爸妈和我弟他们震惊的眼珠都要掉下来了，晕乎乎道：什么8亿？原来你中了8亿，所以你才这么有钱投资公司。这些证据一出，结合他们之前在网上的表演，所有的谎言都不攻自破。网友都是有眼睛的，这谁还看不出这一家人是什么嘴脸？无非是一边吸着我的血，一边以为我没工作了就要把我踢出家门。看到我把房子都收回之后，这一家人就破防，开始颠倒黑白，在网络上污蔑我，企图利用网络舆论网暴我，把我吸干。下了节目之后，他们总算是回过神来了，舔着脸跟我说：小梦，你中奖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早跟我们说呢？都怪你弟和小丽不分青红皂白，就在网络上污蔑你。我和你爸会好好教训他们2个的。我弟急了：爸妈，这怎么能怪我呢？刚开始不是妈你说的，姐姐要回来，叫我们赶紧回家把房间占了，不让姐姐住吗？新房子装修也是你找的借口。你这孩子在你姐面前胡说些什么呢？他们在后面相互埋怨，相互推脱，谁也不承认当初赶我出家门的事情，因为他们全都有份。我冷哼一声，没再看他们一眼，上了车绝尘而去，留给他们一车屁股尾气。但我还是小看了他们的脸皮，他们竟然找到我的别墅，蹲守在门口，一见到我的车就过来把我的车拦住了。我没下车，只降下了一小截车窗，懒懒地问他们有什么事。我妈就笑着说：小梦啊，我们也不贪心，你只要给我们分5个亿就可以了，毕竟你弟弟和小丽还要结婚呢，而且小丽再过几个月肚子里的孩子也要出生了，到时候又是一笔费用，我们只要5亿也不多，你说是不是？我嗤笑一声，这也叫不贪心。还有，这些年我给你们的已经够多的了，你要钱就找我弟要去，我已经不欠你们了。说完，我直接关上车窗，不等他们反应过来，就开车进了别墅区。门口的保安将他们拦住了。
于是他们只能坐在地上大骂我没有良心、白眼狼之类的话。但是经过上次的节目直播，他们一家人的嘴脸早被大家看清了，并没有人去同情他们，反而朝他们露出鄙夷看笑话的眼神。后来他们又来闹了几次，但都没有见到我，反而被保安直接扭送到派出所去了，这才让他们暂时消停了下来。反正不管他们怎么闹，我都不会再心慈手软。后来我干脆去环游世界了。等我再回来，听到他们一家人的消息，已经过了几个月。原来我弟没了工作之后沉迷赌博，我爸我妈年纪这么大了又找不到工作，周丽怀着孕更是不可能去上班，一家人只能坐吃山空。周丽的肚子越来越大，她父母要求我爸妈给彩礼，让我弟把婚礼给办了。但是家里剩余的钱已经被我弟输得差不多了，哪来多余的彩礼钱给他们？于是我妈就说：“你家女儿已经怀了我儿子的孩子，彩礼我们是一分也不会出的，你们爱嫁不嫁？我倒要看看你女儿除了进我们家门，还有哪家会要她？”周丽的父母当然不可能善罢甘休，每天就来家里闹。到后面，周丽一怒之下，竟然把孩子打掉了，还火速找了另外一个老男人相亲。这下我弟可火了，本来就赌博输了的他，怒气根本止不住，提着刀就赶到相亲现场，活活将周丽砍死了。我弟弟最终被判处入狱。我爸妈因为这件事瞬间苍老了10来岁，终日在家以泪洗面。后来我爸还倒霉地摔下楼梯，摔成了半个瘫子。我听说了这件事情以后，出于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给他承担了医药费，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只能痛苦地躺在病床上，嘴歪眼斜，流着口水，被我妈照顾。我妈一把年纪还要照顾我爸这个半瘫的人，别提每天多生气了，经常对着我爸又打又骂。病房里的其他病友每天都来看这对老夫妻的笑话，不过这些都跟我无关，因为我又出去享受世界了。投资赚的分红和中奖剩下的存款，足够我无忧无虑地花一辈子。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